这一跳过了38年，这个红帽子水管工也从散装的像素点变成了高清的大象。当11年前任天堂发布超马 U 的时候，我还在感慨，这难道就是2D 马里奥的天花板吗？没想到11年后的任天堂冲上来给了我一巴掌，往我嘴里摁塞了一颗惊奇种子，然后有音乐，难道要唱歌吗？要唱吗？这就是最新的马里奥惊奇，也是这款游戏中我最爱的一个关卡——载歌载舞吞食花进行曲。大多数人对马里奥的印象可能止步在这个阶段，殊不知马里奥惊奇每一关都有不同的惊喜在等着玩家。其中载歌载舞作为正式开启冒险故事的关卡，势必要制造惊奇，勾起大家探索这个冒险世界的欲望。那任天堂是怎么做的呢？答案就是这个惊奇种子。那这个种子的出现引出了本作的核心设计思想，打破框架，给玩家在现代也能感受到的秘密与不可思议的感觉。所以在碰到这颗种子之后，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觉得奇怪，倒不如说我就是冲这个来的。那在我心里，惊奇的1-2是非常重要的关卡。如果说1-1的水管爬行是惊奇种子的浅尝辄止，那1-2就是惊奇种子最好的介绍。这个在预告片中完全没有出现的设计，实在是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。毕竟，谁能想到一颗惊奇种子下肚后，曾经在水管中埋伏我的食人花都会唱着歌、跳着舞，迎面向我走来。这种一拳干爆传统2D 平台跳跃游戏的设计思路，它自然是需要很多方面来支撑的。比如，这一关的音乐就像针线一样，串联起了整个关卡。好听的旋律和活泼的节奏让我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跟着一起摇摆。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？这正是配乐的节奏充分营造了律动感导致的。在音乐中想营造律动感，可以使用附点音符和休止符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下。你可以发现，使用附点音符和休止符会破坏原本稳定的节奏，让原来在常规节拍的重音转移到其他节拍上，从而改变节奏的强弱规律，让音乐听起来更有律动感。顺带一提，这是很多音乐家营造律动感常用的手段。泽野弘之很多的音乐作品也喜欢使用这种方式。如果你感兴趣，不妨点个关注。后续我们也会聊聊他的作品。从节奏上我们聊完了律动感，接下来我们聊聊旋律。我在初听这首曲子时便觉得它简单好记，却又变幻多端，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种感觉。那么从作曲的角度来看，任天堂是如何做到的呢？这是乐曲的第一个乐句。虽然它的音符较多，但是把旋律的走向简单归类后，就会发现其实仅有3种走向，分别是三角形、倒三角和斜向下的直线。三角形表示旋律先升高再降低，听感由明到暗；倒三角表示旋律先降低再升高，听感由暗到明；斜向下的直线表示音高逐渐降低，它会带来逐渐暗淡的听觉色彩。回看乐句，我们直接套公式：一个三角形衔接了2个倒三角，斜向下的直线衔接的也是倒三角。听觉色彩虽然有3次反转，但2次都将听感往明亮处引导。在大调音乐中，一个乐句使用了3次倒三角音阶，会极大强化明亮阳光的色彩。正因如此，这开头一句便奠定了快乐的基调，并且请注意，3个倒三角音阶互为整体平移音高的关系。这样创作使得旋律变幻多端的同时，不会给听众带来额外的记忆负担。这首乐曲在很多地方都使用了这样的设计，因此它的旋律记忆点非常明显，基本听一遍就能跟唱。在旋律写作非常优秀的前提下，这首曲子还使用了离调的设计。这种设计能缓解听觉疲劳，为旋律注入新鲜感。什么是离调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感受一下。
请注意，这里的旋律从发到升发的改变。要知道，自然大调只包含哆来咪发嗦拉西这7个音，升发音本不该出现在此，它从其他调借用过来，这就是离调音。仅仅一个音的变化，就能让听感变得更加辉煌，更有能量，增加情感表达的同时，打破了常规的听觉惯性，使整个乐句的新鲜感增色不少。这便是离调的作用。了解完离调后，我们回看马里奥的乐句，这里的升搜音便是离调音，它同样起到了增色的作用。离调技巧在这首曲子中使用了多次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研究。任天堂凭借卓越的作曲技巧，在音乐时长不超过1分钟的情况下，凭借丰富的律动感、简单的旋律记忆点、恰到好处的离调音，让歌曲简约而不失深度，好记而不显俗套。在游戏音乐1分钟时长的命题作文下，任天堂显然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。另外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，这是一首来自任天堂的游戏配乐。无论是惊奇、斯普拉顿还是超马奥德赛等其他游戏，老人都大胆地把游戏配乐与互动场景关联了起来。不仅有作为音乐底座演唱贝斯音的树木，还有唱着旋律从你身边经过的食人花。玩家不只能在听觉层面感受音乐，更能在视觉层面直观地感受它。所以，当你变成大象打掉一朵唱歌的食人花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真的是他在唱的。当这种和玩家互动强关联的设计，通过听觉和视觉的方式反馈到你的大脑，作为1-2的关卡，也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使命。这时，你就会知道，后续等待你的是和以往马里奥系列完全不同的冒险旅程。好的，到这里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完全体会到了这首曲子的独特魅力。下面我将用吉他呈现这首歌曲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那我是来蹭饭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。那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接下来，上活！